如果你家里有这种好看不好吃的苹果，那么你试一下今天这款面包。先看一下馅料的食材，2个比较大的红富士苹果，白糖、红糖、黄油、肉桂粉。肉桂粉和红糖是这款馅料的灵魂，跟苹果是最佳搭档，不建议替换。把苹果去皮去核，切成小颗粒，果肉大概是400克左右。然后把除了肉桂粉之外的所有食材放在一起来炒。随着温度的升高，苹果的水分会慢慢的渗出来，白糖的甜味和红糖的焦香也就逐渐的融入到果肉中。等锅里看不到汤汁的时候就关火，加入肉桂粉，翻拌均匀，用余温炒出肉桂的香味，让它包裹在每一块果肉上。炒好之后放凉备用。接下来是面团的部分，因为吐司的2次发酵时间比较长，建议加入种面，这样既能帮助发酵，又能让面包更有风味。这是在冰箱发酵了1晚的波兰种面，你看到表面有密集的气泡，内部是明显的蜂窝状，这就是发酵好的状态。把除了黄油和盐之外的所有食材倒入厨师机中。酵母记得先用水把它化开，再加进去。先用3档低速揉3分钟，再换到6档高速揉4分钟。这个时候你拉开面团，应该可以看到比较粗糙的膜。接着加入软化好的黄油、盐，继续先低速后高速揉4分钟左右，直到能拉出漂亮的手套膜。把面团整圆，密封好发酵。这里需要注意的是，吐司的面团1次发酵不要过久，要给2次发酵预留下空间。发酵到1.5倍的大小就可以。这个配方的量可以做2个450克的吐司。我们把面团平均分成6份，整理成椭圆形，方便后期整形。静置10分钟，让面筋松弛一下。光滑的一面朝上，擀成长方形。翻面，底部压薄，把上下左右的边缘整理平整，均匀地铺上馅料，从上往下卷起来，捏紧收口处，放入吐司盒。接下来进行2次发酵，发酵至模具盒的8分满就可以了。先把烤箱预热到上火165度，下火195度。等烤箱预热好之后，再来做表层的装饰。用剪刀剪出开口，再挤上黄油，这样可以防止开口处闭合。放入烤箱中下层，烤33到35分钟。从烘烤到出炉，满屋子都是肉桂和红糖的香味。其实每次我等不到放凉切块，就这样掰着吃。面包体特别松软，馅料里有苹果、黄油、肉桂的复合香味，层次非常丰富。自己做的面包没有添加剂，建议冷冻保存，可以延缓面粉的老化。再次使用的时候，微波炉高温加热30秒左右，跟刚出炉一样松软。我是小敏，喜欢我的视频帮我点赞、关注和转发。下期我们再见。